二耍藏海传我才看明白，这赵炳文最后为什么输给了藏海？有人说是因为主角光环，其实不是。赵炳文输给藏海，其实他就输在一个字上，急。他急了，太急了。但是你回看赵炳文这个人，做事一直都是小心谨慎，为什么在这最后的时候他急了呢？因为他的地位发生变化了。人在不同的地位，心态真的会变得不一样。过去赵炳文什么地位？内阁赐府，在朝堂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他的势力。虽然说这林自王支持他，但也只能是暗地里支持他。所以之前他走的每一步都必须要机关算尽，都需要小心翼翼，都得留一个兜底的方案，要不然真的就一子错满盘输啊。但是最后为什么急了？在对鬼喜和银兵都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贸贸然的进到那个山洞里，最后着了藏海的道了。因为他的地位发生变化了，新皇登基之后，他成为内阁首辅了，那可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权力把他给冲昏了，他不屑再用以前那种手段了，他懒得动脑子了，所以他就寻思我就带兵进去，你藏海能把我咋的？结果大伙都知道了，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这里我觉得导演应该埋了一个小伏笔，因为赵炳文是人，藏海也是人，权力会把赵炳文从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变成一个做事不考虑后果的人，那么鬼喜的能力同样也能把藏海从一个善良的人变成一个邪恶的人。所以我更期待第二部了，我想看看藏海是怎么变成汪藏海的。二耍藏海传发现了一个相当好玩的点，说为什么到我们笔记里边汪藏海的口碑特别的差，但是咱看藏海传的时候感觉藏海人还行啊，所做的一切虽然比较极端，但是都是有理由的呀，很正常。因为咱们看藏海传的时候，咱是跟藏海第一视角走的，因为是藏海家先被灭的门，所以之后藏海无论做什么咱都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要抛开这上帝视角呢，你如果只是大庸的一个普通平民百姓呢，我告诉你，藏海就在大庸的百姓贼里啊，那口碑也好不到哪儿去。这老百姓在背后啊肯定蛐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经历太离谱了。虽然说是藏海有本事啊，懂一些看鱼之术，但这看鱼之术说破天他不也就是装修吗？无非就是木工和瓦工结合，再加上懂点风水，不就那么回事吗？所以咱再看藏海这个经历，一个干装修了，进京之后呢接了个大活，活干完之后呢直接被平津侯带入平津侯府了。那平津侯什么官职啊？正一品呢。正一品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现在的正国级，给大领导干个活，干完之后呢直接上正国级领导家里当秘书了。然后这秘书还没等当多长时间，给领导家里3个老部下全给干下线了，自己直接当秘书长了。然后就这还没完，领导还直接给他买了套房，两家离得还特别近。就这没过多长时间，领导给他送到钦天监当监正了。钦天监监正，正5品，相当于现在的厅级干部。藏海一个20岁不到的小伙，进京不到半年，干上厅级了。这进了官场之后，这发展更迅猛了，不到1年时间，把当初提拔自己的领导都给他干下线了。最后这赵炳文如果说没有仇人这层关系，或者说藏海他不着急报仇，那藏海跟赵炳文进入内阁之后，最后至少他也能干到正2品。正2品呢，什么级别？副国级。一个干装修了不到1年的时间，干到副国级。你告诉我，你是大庸的老百姓，你怎么寻思藏海？因为咱们知道有报仇这码事儿，老百姓可不知道。所以这也就解释了藏海的口碑为什么一直都不好了，因为木秀于林，他风必摧之。藏海传逆跌，我上一回看到影视作品使用这2个字还是哪吒2的票房，好多人不知道逆跌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个词儿最早啊是股票的术语，逆势下跌，简称逆跌。2021年之后呢，就慢慢的把这个词儿啊用到了电影的票房当中，就是说某一些比较权威的人对电影的票房进行了一波预测，说这个电影的票房啊，未来一段时间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但实际情况是这个票房不但没下降，反而上升了。那么这个票房它就实现了逆跌。那么藏海传这波逆跌呢，就是各个平台对藏海传进行了一波预测，因为已经完结了嘛，所以各个平台啊可能就认为啊藏海传未来的这个收视率啊一定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但实际情况是不但没下降，反而增长了，所以藏海传出现了逆跌的情况。那为什么会增长呢？因为高考结束了呀，一大波准大学生们正在赶来。都说人上了大学之后眼神会变得清澈，但这个时候他们还没上大学呢，现在正处于他们高智商的巅峰期，所以这个时候看藏海传再合适不过了。人家跟咱们这种边看结束啊边瞎猜的观众可不一样，人家是真正有知识的。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呢，藏海传会迎来一波高端玩家，真正的高端局才刚刚开始。在这里呢也呼吁看完藏海传的网友们不要给人家剧透，好吧，让别人也有一些解谜的成就感。接着奏乐，接着舞。其实现在好多粉丝最关心的就是藏海传会不会有第2部。那同样作为粉丝的我呢，虽然不能确定，但是可以做一番简单的推理。虽然我在推理藏海传剧情的时候有好多地方都是错的，但不也有对的时候吗？所以各位请允许我再次进行推理。其实判断一部影视剧会不会有续作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记住一个核心的思想就可以了，那就是这部影视剧到底赚不赚钱。各位
藏海传的吸金能力不用我多讲了吧？裤子这波拿到藏海传的独播，晚上做梦都得笑醒吧？咱就不说赚多少了，你们就看看藏海传打破了他多少记录吧。而且你们见过咱这有哪个电视剧是全球同播的吗？电视剧啊，全球同播呀。所以说，只要是投资方不傻，藏海传这个项目的回报率有多高，不言而喻了吧？其实对于投资方来说，投资一部电视剧就跟开盲盒一样，因为演员的演技其实都大差不差，那么能拿住观众的那就剩剧情了。你单靠某个演员的流量没用，一开始或许会吸引一波人过来看，等看着看着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没人看了。那电视剧烂尾的还少吗？有几个能像藏海传这样无限后劲儿？所以说，如果你是投资方，一个是回报率超高的项目的一个延续，另一个是盲盒，你选哪个？你让庄大来选，他都知道选哪个。娘，我要选藏海传，对吧？所以说，大家该顾虑的不是藏海传有没有2，而是第2部什么时候上。而且藏海传的结尾也挖了很多的坑，比如高明师傅死没死呀？比如最后那个又重新入城的藏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些坑你指望谁来填？互联网导演填啊？所以我现在顾虑的是第2部的剧本一定要好好打磨，千万不要为了上而上，好饭不怕板，千万别半生不熟就给端上来了。那么最后呢，各位粉丝们，我还是那句话，这一波我如果要踩雷了，到时候你们回来给我扣波6就可以了。